许氏自杀时已身怀有孕。对啊，就是不知道这兄妹俩得吵成什么样，才会让一个孕妇不管不顾撞墙自尽，一尸两命啊！这案卷记录怎么如此粗糙？许氏贵名是什么？夫家是谁？当日他与他兄长许增芳为何争吵？怎么都没有记录，就这样归档？昨天晚上我听郑有德说过，卷房以前发生过一场大火，旧案卷全部被烧光了。 这些都是后补出来的。楚家祭拜的人里面有这个许氏吗？有，只要是楚家入殓过的、检验过的，楚家都会去祭拜，许氏就是其中之一。你该不会是想……你们二人先回县衙吧。哦。 这孩子，打扰片刻，有件事想请教一二。大人无礼请。楚先生，这案卷是我着人从关岭县县衙调来的。据此案卷中说，楚先生是为此案死者料理遗体之人，你看看，可还有印象？ 如何？哦，记得。此案卷语言不详，还请楚先生仔细回忆一下当日之事。据案卷中说，死者许氏撞墙自尽时已怀有身孕，楚先生借为他收尸入殓，想必应该有几分清楚。他当时 已经怀了几个月的身孕。记得她有8个多月，差不多9个月的身孕了。也就是说，快足月了。是。问这干什么？这人死了都这么多年了。楚河，许氏确实已经死了多年，那她腹中的胎儿呢？ 实不相瞒，我自长安第一次见到楚楚时，便十分欣赏她的技艺，有幸将她收于门下，便着人对她做了些了解。我那时便想不通，她究竟是什么样的身世，才会让养育她的人家，宁可让她被私生野种这样的流言诽谤，都不肯用真相来替她辩白。直到今日，我看到这份案卷，才明白，这户人家的用心良苦。 楚楚不是什么野种，也不是什么从乱坟岗捡来的弃婴。她是你当日为许氏收尸时，从她尸骸中救出的孩子，也就是民间所谓的棺材子。楚楚，你别听他的，他都是胡编乱造的，都是假的。楚楚，跟爹出去。行了。 瞒着不让人知道是一回事，扯谎骗人是另一码事。楚丫头，你也长大了，有些事情爷爷应该告诉你了。大人，楚丫头的确不是我儿的亲生女儿，但她是我儿亲手救回来的。既然孩子已经救回来了，她就是我楚家的孙女儿。 爹，这事儿是我干的，还是我说吧。大人，爹，正月初9那晚，县衙突然来人，让我去许家收尸。
衙役说，县令大人都问清了，不用我再验尸。徐老爷的妹妹是自己撞墙死的。这年还没过完，许家嫌晦气，给钱让我把人拖走埋了。我看许氏前额确实有明显的撞伤，便也没多想。这许家凉薄，一卷草席就这么把人打发。我看他可怜，便打算找副棺材，好好安葬他。谁知道？怎么回事？怎么有个孩子？爹，你看，爹，他死了还没多久，怀孕也差不多足月了。我感觉这孩子，我觉得这孩子可能还有救，就想试试。没成想，还真救活了，是个女娃娃。这孩子还真是命大，一准有好福气。这是谁家的娘子啊？是许宗芳许老爷的妹妹。听说是因为夫家遭灾，全都死了，来投奔许老爷。许老爷和许夫人好像都不待见他，许家管家就给了我20几个钱，让我赶紧把人拖走，随便找个地方把他给埋了。要不我给许家送个信，让人把孩子接回去吧。送什么信儿啊？接什么接啊？一个死人在我们仵作家的棺材房里生的孩子，谁敢接呀？啊，对，爹说的是。爹，今日正月初9是天公生，这孩子这样都能活下来，兴许就是有老天爷在保佑呢。要不就先在咱家里留一留，待过了上元节，出了年下，我再慢慢跟许家说说。不管怎么说，也有许家一半的血脉嘛。再说许家家大业大，也不缺这点口粮，总有这孩子一条活路。哎，也是个可怜的人呐。行吧。等安葬好了许氏，过完了上元节，我再去许家的时候，才知道他们举家避祸去了。我也怕许家的祸事牵连到这孩子头上，虽不知许氏惹了什么事，可连许老爷那样的人家都招架不住要躲出去，更何况这么一个刚出生的孩子呢？所以我就没敢把这事儿说出去。不管怎么样，孩子是无辜的，所以我就把她收养成自家的女儿。这些年外面说啥的都有，说楚丫头是我跟人鬼混私生的，又说楚丫头是我在乱坟岗上捡的。但是就像大人您说的，不管怎么说，总比让人知道她是从死人肚子里生出来的棺材子强啊。大人，这许氏已经死了，这世上就没有这个人了。楚丫头是许氏死了之后才出生的，这事跟她没有关系啊。大人，老先生，不可！你要治我们楚家瞒报的罪，我们楚家都认。但许氏和许家干了些什么，与楚丫头半点关系都没有。你千万不要怪罪到楚丫头的头上啊！坠子，受的那个坠子，不是楚家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你别怪他们，你让我生事，要治楚家的罪，不就是想知道石头坠子的事吗？你想知道什么，全部都冲着我来。但是我求求你，不要治楚家的罪，我求求你。这就是你说的相信，我求求你，你就是这么相信我的。求求你。